我们今天有一个神秘嘉宾要来，而且这个东西呢，为什么会跟他息息相关？是制作组特地安排的，而且我们助导今天去买的时候是买一个完好的。撰稿听到之后有没有裂缝？他讲没有完好，简历讲怎么可以没有裂缝？到底什么事情跟茶叶蛋要有裂缝这么重要嘞？全听你说。今天呢，我们也觉得他来上节目呢，还带了一个特别朋友，很有名的，他有很多粉丝，他已经在现场。陈和思，陈和思叫什么？哎呀，好乖哟！我们的特别嘉宾，哎呀，好乖呀，教的真好。陈和思跟陈九江，就让他自己在这边，你看九江这里做。我还蛮惊讶，他自己会跑来找你哎。他跟你跟好紧，哇！要不然训练的真好。凤姐好 ，Hello。大家也知道九江是很爱狗的，我超爱狗。我知道你一直非常的提倡就是领养代替购买，这个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呼吁一下？老实说，或许我那时是一个买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不了解，就是有领养这回事。但我慢慢才发觉，其实有很多狗就是在那收容所里面，其实就等待就是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主人带回家，把它们带回家。然后那个时候就多了解，就觉得他们这些狗也是一条命，就让他们在那个收容所这样子，它世界就感觉很小，所以我会觉得很痛心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想要让更多人了解这样的一个活动。我的梦想啊，就是全世界会有没有收容所，这是我的想法。让每个狗狗都可以找到主人。福东就是你去领养。对，之后了解有领养这个活动的时候就领养了。炯江在这边带着他的有名的陈和思来这边之外呢，可以发挥一下艺人的一个作用，让大家知道爱护动物以外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了解一下炯江的这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。因为我一直以为炯江他就是才华出身，没想到你从绝对 superstar 就慢慢要出来了。那个时候在当兵，所以我其实第一年当兵的时候就有，好像是第一届的那个 Project Superstar。陈伟的那一届啊？对。那时候我就跟我的那个长官说，我可不可以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去试一试？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是喜欢唱歌的啊哈。我的 officer 就说好吧，那你就去啊，无所谓，反正周末，然后我就去了，就觉得还蛮好玩的。但好像没有进入就是下一关。你在海选就被刷下来了？很像是。然后像第二年的时候有再去试，然后刚好就是我就是出国去当兵，就发现其实有进入下一关，但没办法进行，因为在当兵。对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听说制作组就已经有看到你了。对，那个时候的制作人就有看到我，他就说不如就等你当完兵后你再回来啊，然后看有什么适合的那个比赛。然后好像我当完兵的那一年就刚好是才华啊，OK。然后他们就找人就打电话给我说，不如你下来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直就觉得，可能就帮忙去冲人数，因为我自己不会演戏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就去玩啊，反正要等上大学没事做。可是，在我知道你一直是学校里的校草，是你一直自我感觉蛮良好的，还不错。其实我是在中学毕业后，刚好是因为我的学长他是前一年的那个校草。然后可能记者就问，你的有没有什么学弟可以适合就是参加比赛？他们就推选我，然后怎么知道就当上了草中草。OK。对啊。而且你在校草的时候，听说你还自己组了一个 live band 呢。那个时候是中学，因为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是男童军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每个月可能都会去一个东西叫 campfire， 然后我们就是每个学校都必须就安排一个表演。那个时候我就有几个朋友，我们就组了团，然后我们就叫做 Angel Boys， 天使男孩。对。而且那个 Boys 后面是一个 Z， 叫 Angel Boys。你是主唱之一，所以我们就会去 print 呢，就是 A3 size 比较大张的那种，自己画，然后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就丢海报。你有那时候的照片吗？我有照片，但我没有丢海报的，我的包包。麻烦一下，就万人迷这样又对啊，那个时候
蛮有 feel 的，挺重的，谢谢很重很重，谢谢。你还留住当年你们自己 print 的，去找人家拍照。哎，那个海报我反而是没有，但我就是有准备，就是我们在唱歌的一些照片。然后这个是我在中学的时候，好像过年。你在哪里？等下你别剪，别剪，现在我看，先看，有老花了。不要跟我讲最高那个是你，如果以高度我会说他，但是我真的老花。那个就是我，对。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个 CC 他们。我真的找不到你嘞。这个就是我。而且那个时候我头发很长。是有很多粉丝的对吗？挺多。大概。没算了，但是我们每次去 Campfire， 就是很多那些女生的那些 Scouts， 他们就会围绕着那个舞台，然后就一直喊尖叫。你先跟我讲，你觉得你自己帅不帅？看着我的眼睛，看着我的眼睛。我觉得还行。我觉得比一般以上。我不要讲这个，对，还是要自己，我不能瞎说啦。OK， 还是觉得有一点的。是。我本身我不觉得我帅，但我觉得我爱打扮。你的穿着好，你也有高度，你多高？182。有高度又有长相 ，OK， 笑容又你这么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我先必须讲，你是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感觉不错，你一注定就是要来吃这行饭的。但是参加才华了之后，那一届的冠军并不是你，没有如你想象中的那么顺利。但老实说，我参加比赛的时候也没有一直很想要赢。所以我其实真的是抱着那个去玩的态度，因为对于表演是完全不了解。敲不通，所以那个时候制作组有问你有什么特别才艺，我说唱歌，我唱了之后没有比别人唱得好，他说不如你去想其他的才艺，给我几天我完全想不到其他东西。那你就去胸口碎大石啊！我很想啊，但是那时候可能也不适合，这个问题是叫我去学调酒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学啊学，然后就在好像是第一关的时候就很像得到蛮高分，所以蛮开心的。但是慢慢的就是那个重心放在演戏的时候，就往后跌了。对，因为你对演戏是陌生块，完全不会啊，就是演戏都比较夸张一点，非常用力的那种。我必须得讲，你就是那种3名以外被蓝山签进来的啦，就是可能把 package 上，对 package 上比较这样比较划算，反正都已经半年曝光了嘛，就把它签下来这样子。所以那个时候有没有挣扎？因为你在办比赛，办进大学。其实那个时候有挣扎了，因为可以说就是我在大决赛的时候，好像是只有六个人嘛，最后比赛6个人，前3名都有得奖嘛，然后后面还有就是好像都有那个上镜的啊，然后有潜力的啊，就是6个，不出色嘞，6个大家都得到至少一个奖项。就是分猪肉的话，大家都还你6个，你连6个都没有嘞，猪肉没分到我手上。哇，我状稿还没有写到你这样糟糕嘞，你自己讲嘞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参加比赛，好像过了就是6个月嘛，大概6个月的时间，我的唯一的奖品就是那个 sponsor 的相机。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傻的一个人，就是可能过几年后去想，哎呀，那个时候应该做得更好，然后有后悔，但就是时光转不回去啊，然后就从今天开始这样学习啊。难怪，因为我后来看你的节奏都慢半拍。慢半拍，你真的是一个慢半拍、慢半两拍的人生，忽然要到了彼岸又 drop 下来，你的人生真的是起起伏伏。不打开档案来看的话，人家还以为你一帆风顺，对，就是社交媒体的宠儿，商家的宠儿，对。可是你一路走来不简单，包进了公司之后演的都是2、3线不等的角色。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在念大学，前面3年4年的时候演的角色，58%都是在剧里面会死掉的。所以死很多次，死了很多次，真的。我的天哪！所以简易性的就是我最会演死人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前面那几年我没有想这回事，是我回去 reservice， 然后朋友就跟我说，你下一个角色是演什么？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我是演，比如说演一个牙医，他就会问我会不会死啊？我就问为什么会不会死？他就说每个角色我每次看你都死的嘛。你刚一进来，我们威廉没有问你最近那个全能5的。你演 low 的，也问你后来死了没？所以我觉得死就是我的一个signature。我还蛮受伤的，因为其实没有想过这回事。因为你在念书，然后你就学校啊跟工作两边跑，也没有时间去想有没有一个成果还是什么，你就是茫然的去做。直到人家点到的时候，你说，对啊，为什么每次演的角色，你真的回想，真的一直在死，一直在死。是不是不适合做这行啊？是不是可能就毕业之前呢，可能就可以
打包啊，就专心的去念完大学，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。所以你那时候刚入行的时候，你的学校你也并行的，所以你是一手拿着剧本，一手拿着课本。然后进片场的时候，你又说一窍不通。听说你那时候在拍戏的时候还很多的 NG 到 cameraman 什么人都有反应 ，cameraman 都走掉了。那个你跟谁也是，cameraman 都走了。对啊，那个时候 cameraman 还蛮厉害啊，就是他说按了机，他就说好不拍，他叫他的助手就是帮忙，就是关机、开机、关机，而且他故意说的蛮大声的，说我不拍了，你帮我按那个 record button， 他就走掉，他就是出去喝咖啡，就故意让我知道的。那你那时候 NG 了几次？哇，至少30、40次哦。我就是用完，就是我不懂多久，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时间也没有什么概念。但他们就是那个袋子一柄带，他们说一柄带，他用了一柄带用完，然后用另外一柄带。那真的有一点大了，因为一柄带最少30多分钟哦，40分钟。40分钟。40分钟。所以他用了2柄带。然后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在没事，不要紧张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到后面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，来 rolling action。你看大家已经非常的放松了，然后那个打灯师他拿着反光板嘛，到后面的时候他一个，哎呀会演戏了，哎呦，哎呀还没有吃饭，然后导演啊，就这样子啊，是的，会的，就越来越紧张啊。如果我是你同票演员，我一定要讲，哎，囧将啊，囧将，哎，我先回家买个菜，我待会再来现场。对啊。但是我觉得也是挺辛苦的，人家不能理解一个学生，抱着剧本、抱着书本跑到现场，然后华文能力又不精通，完全没办法。你也不能跟人家讲，人不精通，你做么来？他们一定说就是 excuse 说你，人你不要来了，你浪费我们的时间。这一行。但那个时候的我觉得自己是专业的，真的，我就觉得，我有用心啊，我在努力啊，不是我没有准备。所以我们的所谓的准备的定义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。那个时候的准备功夫就比较浅。那个时候的我会觉得，OK，我在努力啊。同时，你在那段时间，你也尽力的去争取你自己要的角色。陈子健导演有一部小纸条，你自己去面试要当主角是吧？不是这样的情况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很新，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 open audition， 然后公司就觉得你反正没事做嘛，你就去，我就去啊。然后我在看那剧本的时候，我蛮喜欢那个角色，然后我就做好准备去面试的时候，出来的那个成果没有像我在家里做的准备这么好，我就离开了。然后在车上就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可能年轻啊，然后那个脸皮比较厚，1个小时后去敲门，然后那个人也惊讶，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1个小时，你为什么你还在这里？我说我觉得刚才我的那个面试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好。可以给我多一个机会，我想要再试多一次。好勇敢哦，你好坚强哦。对，你就在车里一直在思考。我就很后悔啊，然后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角色，然后感觉就是很尽力的去做准备，但是最后去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怯场、非常容易紧张的一个人，所以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那些相机啊，很多灯，我看的时候哇，跟我想象的那个画面是有点不一样的。我就紧张了，就没办法去做，对。所以你鼓起了勇气再去敲人家的第2次门，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不一样的囧将。好像不是每个艺人敢做这样的事情的。所以因为你的努力、你的坚持、你的不放弃，让你争取到了演这一部电影的这个角色。有可能。我觉得是啊，因为一个人一旦付出、一旦肯努力的话，导演、监制肯定是看到。当然不是努力就好，是因为可能第2次你在片场释放了你真正会演戏的一个能量，才可以自我去争取嘛。我觉得那一次给我打了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强心针啊，就对于表演觉得自己懂了一点点，是对，就觉得有过一关的感觉。但是你还是很了不起啊。因为你在并肩着事业的当儿，你也顺利的把你的这个大学文凭，而且还拿到了荣誉学士啊，还把你的这一科建筑科是不容易拿的，荣誉学士毕业了之后，然后你就正式的跟新传媒签约了。那个时候我挣扎，真的挣扎，因为感觉已经4年在这份工作，没有看到什么起色，没有什么，完全没有别人的成绩好。对我来说，是不是时候离开了嘛？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我都没真的是100%把工作做好，我就这样离开，我觉得会在我的生命中会留下一个污点，可能我在老的时候会后悔啊，还是什么？
所以你就觉得说，在毕业之后再拼一年给自己看。对。所以接下来你面对的签合约之后的一个工作挑战就是《星洲之夜》。你接到了这个罗小小的这个角色。听说他们在开这个演员大会的时候，都会把你们演员在开每一部戏，就会把演员 casting 好了之后，就会有导演来监制，或老板、制作人来讲故事、讲年代、讲角色、讲你跟他之间的关系，要有那种感染力。所以每个人都有讲，但是到了你之后，你是怎么样？就还蛮难过啦。那一天是对我来说是在入行前面几年最难忘的一天。因为就是好像凤姐说的，就是每个演员都会接到你这个角色的名字啊，然后背景是什么啊，然后我希望你要怎么去演。但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就是说 ，OK， 你这个角色是拉小提琴啊，我希望你可以演到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就男一男二全部说完，到我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你不是我心理想的演着这个角色的演员，我对你也没什么期望，所以你就尽心去把努力去演就可以了。跳，然后就接下来继续说，很丢脸呢。我是真的是忍着泪水，你感觉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大家就倒抽一口气，替你吓到。对，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头发都被人家吸了，然后整个房间突然是变成一个好像外空，就是 vacuum， 感觉没有空气的，你知道，多沉重。然后就忍着泪水就就是对，就这样OK， 不要跟人家对到眼，不要跟人家对到眼，不要让人家看到我眼眶里面泛泪。哎呦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就是我们制作组是在演那个黑脸跟白脸，就是让我感觉有压力，想让我更努力把这个角色演好。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同事来安慰你啊？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演员的那个会议完了之后，我是马上冲出去想要离开。有动力也钻就对了。对，就赶快出去。然后刚好就有几个资深演员就拉住我说：“哎，不要想太多啦。这部戏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来找我，我一定会帮你。”然后到现在我还记得，就是有玲玲姐啊，然后有美珍姐啊，对，还有Priscilla 思梅。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感动，就是我在这样的情况，我也不算是朋友，我是一个新人啊，是一个陌生人。他们主动来找我，就说我一定会帮你。你看看多感动！资深的这个长辈都有那个敏感度，知道这个晚辈受到了委屈，听到这种话真的是钻了个洞啊，都不想再回头的。所以你又因为这样子，也是贵人也是小人，是小人也是贵人，福兮祸兮。就因为这样拿到这个角色，你更拼了命了证明。真的拼了命。OK， 我先讲一下《星洲之夜》，炯江在里头是演一个拉3轮车夫的，几乎常常是上半身裸空的。我大概98%的戏都是只是穿裤子而已。对，只穿裤子不穿衣服的。在那个年代，拉3轮车夫，又不能太肥，不能太瘦，然后3轮车夫你就要花什么功夫来让人家证明说你是可以的。我那个时候可能我在大学也修了一些就演戏的一些课程，然后就发现可以做 research 更深入的 research， 然后就了解那个年代是怎样的一个情况。会发现那个时候工作如果是拉车夫，他应该是蛮壮，但他也因为是那个时候饭也不够，所以他也不能太壮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每一天早上起来，因为我们化妆是大概7点半嘛，7点半，我就大概4点5点就起来，就开始做运动，1个小时半这样子运动，然后再开车去上班。然后之后慢慢就觉得，对哦，反正早上是需要去运动的，然后我需要开车去上班，我不如就骑脚车上班啊，我就省时间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住在玉朗西，新加坡最尾端，然后公司在就是我们中间嘛，然后就每天就骑着脚车去上班。我就想，我这样可以多睡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，我就多1个小时去背台词。片场的人都知道吗？应该不知道，因为我就是比较早到公司啊，然后把脚车放在那个我们艺人的休息室，然后去冲凉，冲完凉，然后直接去化妆。哇，真的好感动。所以当你在为一些角色付出的时候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，而且有时候会觉得不应该知道，让人家知道的会觉得我们卖弄噱头。对，所以就自己默默的做，然后也不一定会被人家认可的。可是这一部戏最后还是让你得到了一个认可，小小的认可吧。
我人生中就在这个媒体界里面的算是第一个奖项。同辈的都有入围那个新人奖啊，然后我也没入围，就一直没有入围。然后那天去那个红星大奖，也是抱着就是当拍手的观众去看秀。哦，OK。然后怎么知道在公布那个年度飞跃奖的时候叫到我名字？那个时候我还在看电话，因为我看时间，哎，可以回家了。对，然后突然叫到我说手机掉进去。年度飞跃奖得主是陈炯江，恭喜炯江！哇恭喜炯江！所以你之后又拿到了这个信约《唐山到南洋》这部戏，你也卯足了全力，给人家看到非常不一样的你，你也就是细心去钻研，然后又再去改变自己的体型啊。对，我都尽量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在网络上啊，然后也去借一些书。就美国就有一个演绎方式叫 method acting， 然后他们就是相信一个演员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，必须在那个角色里面不跳出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，不如我就用这部戏去尝试。那个角色他是一个矿工，而且那个20年代30年代是比较饥饿的一个年代，真的是比罗小小更没有食物的一个年代。我就吃的很少，我每天就做那个燕麦嘛，干吃，就这样吃。哦，还有煮那个水煮蛋，每天就准备大概6粒，就带去片场当早餐啊跟午餐这样吃。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真的没意思。对啊，真的没意思。我有时候减肥也是要超过2天3天我就 get 到啦。但我一直觉得是新加坡有时候会比较困难，是因为我们接到剧本到开拍的时间还挺短的。如果你不用这样的方式去瘦身啊，我觉得是没办法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可能大概3个星期瘦了7公斤左右，到3个星期7公斤，包括你有再加上运动。那个时候我就比较少运动，因为马色会重嘛。我要让他的马色不见掉啊。对，所以我就让。哇，好痛哦！你那么辛苦把它练成胖起来，对，然后你要让它不见掉，就是要让它不见掉。因为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那些照片，那个年代的照片，那些人真的是瘦到手臂是没有肌肉，然后胸肌也没有的，就是平，然后看得到肋骨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，我要这样的一个体型去表演红石头这个角色，我就拼命的瘦，拼命的瘦。而且还好的是，因为我多是长时间在外头啊，我家人也看不到我这样子去不吃饭啊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人呢，家人感受。然后在马来西亚拍戏的时候，妈妈看不到嘛，所以她不懂我有没有在吃，所以我就拼命的这样瘦下来，所以最后真的是有瘦下来，肋骨有看得到，前面的这几个看得到，身体上没有状况，但我觉得精神上有，对吧？就有点昏昏的那种感觉。你就是拼了命的去做一件事，就想要把它做好。就把前面的几年就荒唐的那几年把它救回来。唐山到南洋也奠定了2014年你有很大的收获了，就10大第一座就开始拿到了。对，第一次入围，第一次入围，对，也第一次拿到了红星大奖的10大最受欢迎。那时候的炯江就真的是越来越有型男的味道。你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个形象终于被认可了，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觉得炯江很帅，说真的，那时候就开始觉得，哎呦，我觉得是内心的那种稍微的自信慢慢开始出来，魅力慢慢的有点生涯，被人认可了。以前是你自己爽，后来是大家有爽，对，就是自己爽了，就是呀，后来我们有爽到了，就爽别人。对，但是以为你开始已经在萌芽了，对。再开始看到炯江了，你从年度飞跃进步奖，对，一直到10大红星，下一年应该更好了嘛？你上来了嘛？你终于从游泳圈那样，闻到一点人间的空气了，所以已经开始闻到可以呼吸了。怎么知道？隔一年就 surprise， 在这 surprise， 而且那个时候好像也开始媒体开始就有那个8公子的那个风哦，就开始那个时候来了。大概那时候。所以你觉得，我的工作开始有起步啊，然后媒体人就觉得有潜能、看好的一个人，所以入围了，就觉得得到奖项的机会应该挺高，然后前面的九座就叫的名字都不是我，然后有点失落了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制作组就特别喜欢玩这样的那个游戏啦，就刚好叫的名字也是陈，
那乘的时候后面的字不是我，然后要忍住，你知道吗？又不可以觉得很失落，就这样拍手，但其实内心是很难过。对，我不觉得奖项是一切，但当时的我觉得奖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认可。是，当然，它是一个认可我很认为的，我很在乎的。是会在乎啦，我觉得，所以我最后没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在你人生最低潮，以为已经做一要忘二要往上去的时候，最低潮的时候你是怎么克服、怎么过的？家人，对，家人朋友，你跟他们讲你很难过、很伤心，还是他们知道你的那个？他们知道啦，但我没多说。给你安慰跟鼓励吗？怎么跟你说？我也没什么给他们空间跟机会去说。你的大男人主义又来了。对，我都想要去不让人家看到这一块，我想要自己扛，想要自己去处理心里的东西，然后再战。我不想要去依靠别人啊，所以我都不多说，最多可能跟朋友一起出来就喝一点东西，然后过了就过了。对，所以你就认清楚关于时大不时大、热不热、公子或不公子，你就告诉自己，你要从一个明星转换成当一个演员。我觉得我一入行的那个心态就错啊，因为我小时候看到电视的明星，我只看得到明星，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努力，没有看到那个演员的那个圆的部分，所以我入行就是想要上电视啊，就是拍照片这样子，就是比较光鲜的那一个，就是人家看得到的东西。之后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是走不长久的，因为我们人总有一天会老。那个时候如果还要靠这张脸去生存、去表演的话，我觉得是没办法的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打算再签1-2年，所以我就说，我一定会在这1-2年内让自己变成一个演员，而不是一个明星。我想要当演员，而不是明星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去寻找实力这2个字的定义。那个时候也开始看多一些书。然后就看到这本书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句话，就是茶叶蛋。茶叶蛋来了，茶叶蛋来了。对，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蛮适合我这几年的经历啊。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，不管是好或不好，因为跌倒才会有伤痕嘛。对，这些就会让你更入味，然后吃起来就更好吃一些。所以可能说前面几年慢慢的有裂痕，然后开始才会有散发一些味道。同一个时期就被爆出囧江，我觉得是最失落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就被爆出囧江患大头症的谣言，就一股风吹来的。人倒啊，我跟你讲啊，真的树倒猢狲散，人倒什么人都来踩。很好练，你看那在电视台戴眼镜是要看他有镜很红没？哇，真的要吃哎！哇，我打开那个塑胶袋一打开，每个人就是有一个误会，就是做了什么东西，他觉得为什么是这么做，但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。